新人入职1个月，月薪直接28000，所有活全甩给我干。他倒好，上班整天抱着手机摸鱼，出了错黑锅我来背。可我的工资连他一半都不到，越想越憋屈，火气直冲天灵盖，我直接冲进老板办公室质问：为啥丝装货一个新人的工资比我这个主管高了1倍还多？王阳，咱们公司有薪酬保密制度，你怎么能随便打听同事工资？保密说白了就是怕我这个老员工知道自己有多可笑吧。公司刚起步的时候，我就来了，勤勤恳恳干了这么多年，结果到头来工资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应届生。就算不谈资历，不谈职位，我的工作产出和业绩也比他强太多了吧。就说上个月我写的短视频文案报了5条，丝装货啥成绩都没有，他到底凭什么拿这么高工资？小王啊，你这些年的付出我当然清楚，可公司有公司的难处，现在市场人力成本涨得厉害，想招到丝装货这种名校毕业的人就得开这个价。你是公司的老人，更该理解公司才对。我理解不了人力成本涨了，怎么不给我这个老员工涨薪？这根本就不合理。没什么不合理的，公司发展需要新鲜血液，市场规律就是这样，不光咱们朝阳，所有公司都如此。老板，我申请涨薪。你好好想想，公司哪年没给你涨过？人要懂得知足。涨了6年，还被新人按在地上摩擦，老员工在这儿真是连狗都不如啊！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恐怕没法继续在公司干。让我拿着8000块工资，带着月薪28000的新人，这不仅是伤害，更是赤裸裸的侮辱。这话我就当没听见，你回去吧，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。只盯着钱看，在职场上根本走不长远。从老板办公室出来时 ，HR 狐狸精正好要进去，我站在门外没急着走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他的声音：是我的疏忽，老板对不起。他居然敢张口跟您提涨薪，公司的薪酬制度他懂吗？真以为在公司待得久就配拿高薪？说起来，王阳最近半年加班越来越少了，估计早就对公司心存不满了吧。听到这儿，我拳头攥得咯咯响。前几年我工作强度多大，别人996我直接007拼命往前冲。今年公司规模扩大，招了不少新人，我把手上那些没难度、跟内容策划不相关的活分了出去，再加上身体出了点毛病，不敢再那么拼，所以才显得没以前能熬。但即便如此，我的工作时长还是远超其他人。他这是瞎了眼看不见了。老板，万一他真要走怎么办？走就走，真以为公司离了他就转不了？大不了多花点钱再招新人。新人脑子活泛，可比那些混日子的老咸鱼强多了。好，原来刚才的挽留根本不是因为我重用，只是觉得我这条老咸鱼能帮公司省点用人成本吧。路过丝装货的工位，他不在，我鬼使神差瞄了眼他的电脑屏幕，一条新消息正好弹出来。我去，你是说只要装的傻一点，你那个工资还不到1万的冤种主管，就天天替你干活，这操作也太骚了吧？我如遭雷劈，这段时间我尽心尽力带他，帮他，没想到他背地里把我当口水，还看我的笑话，气到极致反而平静了。我打开之前帮丝装货修改的文案，把其中一处改好的地方还原了回去。他回来后，我把文档发给他。小资文案，我大致帮你改了下，你自己再核对一遍。你这次追的热点不错，趁着流量还在，赶紧提交，我觉得大概率能爆。真的吗？师傅太感谢你了。我笑了笑没说话，接着写好辞职报告，发给了乌毛记和狐狸精，然后删掉了电脑里那份快要写完的短视频内容差异化新策略方案，干脆利落的收拾好东西，正好赶在6点下班。这可是我6年来头一次准点下班。小王，今天有事，这么早就走呀？李姐，我已经提离职了，明天就不来了。到底咋回事啊？怎么突然要走？李姐，我现在脑子乱糟糟的，回头再跟你细说。晚上回家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睡了个又长又沉的觉。第二天醒来，微信和电话都快炸了。第一个是老板乌毛记，拿离职威胁公司是最 low 的招数。你是出过些成绩，但别忘了，那是因为你背靠朝阳。别把平台的高度当成自己的能力，你玩脱了。离职我已经批了，明天不用来了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他故意拖着不给我办手续呢。第二个是丝装货，师傅，你永远是我师傅，我以后还能找你改文案吗？改文案想屁吃呢！我没着急找工作，在家休息了1周，结果这几天就出点事。丝装货信心满满的把文案交了上去，视频上线后流量确实很猛，眼看着就要火爆全网。乌毛记半开着香槟，在朋友圈狠狠炫耀。真不允许我低调，事实证明，朝阳那新的决策多正确。新血液带来新思想，新思想带来新高度。可惜他们的快乐只持续了不到2个小时，视频被平台判定违规，账号直接被处罚，喜提小黑屋7日游。原因是文案里有一处敏感内容，踩了平台红线。这一封号可不得了，不光流量下降，粉丝流失，早就安排好了直播广告全受了影响，收入锐减不说，还得给客户道歉赔偿。公司后续的商务安排全被打乱了。偏偏这次丝装货在文案署名上只写了自己。我走后，他急着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也能独立做出报告，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朝阳一时间成了业内笑柄。很快，丝装货的消息就发了过来。王阳，我没得罪你吧？又不是我逼你离职的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人。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，
你是老员工，经验比我多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文案有问题？亏我那么信任你，现在公司账号被封了，我差点被老板开除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你为了邀功，只写了自己的名字帮你改文案，是情分不是本分，出成绩了你独占出问题了，就怪我头上你爹妈没教过你什么叫负责任吗？另外我已经离职了，咱们现在毫无关系，公司的事别来找我，祝你早日能独立做出爆款。你赚什么？叫你声师傅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知道我这个新人工资比你高多少吗？每天看你累死累活就赚那么点，我真可怜你。你入职的时候，狐狸精没跟你说做出爆款能拿单独奖金，一个爆款1万，我每个月光奖金都拿到手软，用得着你可怜？其实爆款有奖金这话，我是骗他的。乌毛记这些年给我画了无数笔奖金、股权、分红，到头来一个都没兑现。要不是这次发现新人工资远高于我，恐怕我还在傻乎乎的当牛做马。我把离职的事告诉了业内的朋友。我靠，你终于想通了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早该走了。咱打工人跟公司谈什么感情？记住一句话，钱到位了才有感情，钱不到位，老板说的全是放屁。你说的对，想让你帮我推荐下新工作机会，包在我身上。放心，就凭你在朝阳的成绩，那些公司不得抢着要你？朋友确实给力，才1天时间就有好几家公司给我发了面试邀请。我在朝阳干了6年，做出过那么多爆款，这都是我能力的证明。每家公司面试后都当场发了 offer， 开出的待遇更是远高于乌毛记给我，最少的一家都有2万6。果然，跳槽才是最好的加薪方式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就是被原来的老板忽悠惨了，醒醒吧，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你值得更好的。最后我选中了高远文化传媒，短视频领域的头部 IP 之一，每月税前3万，奖金另算，担任内容策划主管一职。高远和朝阳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在保证日更频率的前提下，持续输出高质量、有创意的内容。我把那份打造短视频内容差异化的新策略方案发给了高远的老板。赵总，这份报告结合了我这些年的经验和思考，在打造内容差异化上提了些个人见解，希望能帮到公司。赵总拿着报告看了很久。王阳，我们这行总觉得新人往往比老员工更有优势，新人没被固有模式束缚，能带来新思想、新创意。但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事实，像你这样的人才走了，绝对是朝阳最大的损失。高原采纳了我的方案，做了一期关于酒文化的视频，上线后直接引爆全网，好评如潮。我们的成功引来大批同行模仿跟风。好笑的是，朝阳也做了好几个类似视频，可惜画猫画虎难画虎，反响平平。乌毛记根本没搞清楚朝阳的优势在哪，只会盲目照搬，能火才怪。这期间，狐狸精居然给我打了电话。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，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工作不好找吧？你是朝阳的元老，大家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。老板说了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他可以既往不咎。呸，还既往不咎，以前把我当草，现在发觉我有点用了，居然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。那你问问你老板，我回去是让工资1万8的新人带我，还是我拿着8000块继续带他？咱们各退一步好吧，只要你回来，还是内容策划主管，工资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涨2-3千。玩呢，涨2-3千，加上我原来的工资也才1万出头，回去继续跟我讲情怀，画大饼让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，太少了。你告诉乌毛记，他愿意给我3万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3万？你疯了吧？怎么可能？给不了就别来烦我，我很忙。电话那头突然换成了乌毛记的声音。工作都找不到的废物，还把自己当香饽饽，谁给你的勇气狮子大开口？公司肯让你回来就不错了，你还装腔作势。乌老板现在市场人力成本涨得厉害，想招到我这样既有经验又有成绩的人，就是这个价。不识抬举，以后别哭着来求我。很快，朝阳就挂出了招聘内容策划主管的信息，待遇面议。让我无语的是，狐狸精居然在一个人力资源群里指名道姓说我人品败坏，道德低下，想在行业内封杀我，我都气笑了。先保留好证据，等以后闲下来再找他算账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春节期间全网流量会达到高峰，同行们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在直播带货中大显身手。我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惹麻烦，入职高远后我用了新微信，主要用来对接品牌方沟通方案。有一天，这个新号突然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友申请，居然是乌毛记，我看了好几遍，没错，就是他。通过好友后，对面立刻发来消息：王总监您好，我是朝阳传媒的老板乌毛记，今天冒昧打扰，是想邀请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才加入我们团队。您放心，朝阳绝对能提供不输高远的待遇。不知道您是否有兴趣？我们可以见面详聊。乌毛记这是要挖我？准确说，他是想挖高远的内容策划总监。反应过来后，我足足笑了10分钟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狗血小说剧情？笑够了，我回复他：乌总感谢抬爱，但赵总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暂时没有离开高远的打算。王总监，先别急着拒绝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不管赵刚给你多少，我都比他多30%。你懂个蛋！这老登还以为我跟他讨价还价呢。乌总，您可能对我还不够了解，我不一定适合贵公司，也许我离开了高远，您就不会这么看重我。不可能，我乌毛记最爱惜人才。
您到了我们公司，绝对能得到100%的重视。乌毛记语气无比真诚，看来是真的急着把我挖过去。真不知道哪天他发现自己现在求着要挖的人才，就是当初被他逼走的廉价老黄牛时会是什么表情。不过我实在太忙，逗了他几句就没再理。可乌毛记还不死心，王总监，我一定会用诚意打动你。我现在只想在高原好好干。从腊月20开始，团队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。晚上8点，直播准时开始。可今天高远直播间的上人速度明显比平时慢了不少。你们快看，朝阳直播热度全平台第一，几乎一半的流量都在他们那。我赶紧点开朝阳的直播间，开播才几分钟，点赞就破了100万。家人们，今天咱们直播间也太火爆了，主播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啦。宝宝们别急，神秘嘉宾马上就和大家见面。我想起朝阳1周前就发了预告，今晚直播间会有神秘大咖。预告里只放了一个剪影，却隐约有好几个顶流的影子，脸型像 A， 身材像 B， 动作像 C， 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想出这么鸡贼的招。主播激情满满的介绍产品，满屏弹幕全是催嘉宾，能不能快点让嘉宾出来？我们是来看哥哥的，不是听你废话。到底是谁啊？别吊胃口了。弹幕刷得飞快，点赞量激增，朝阳直播间直接冲上带货榜第一。高远这边的同事都忍不住羡慕。请明星的效果就是不一样。请明星确实能带来流量，但对公司来说不一定划算。以我对乌毛记的了解，他根本舍不得掏明星的天价出场费。如果是假的，那就是故意蹭顶流热度。这波操作简直是在找死。主播顶着巨大压力又讲了10分钟，就在粉丝们耐心耗尽的时候，所谓的神秘嘉宾终于现身了。看清嘉宾是谁后，我一口咖啡直接喷了出来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居然是他！让各位粉丝宝宝久等啦！我们的神秘嘉宾就是我身边这位朝阳传媒的老总乌毛记先生，这可是他第一次出现在直播间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伴随着动感音乐，一身正装的乌毛记对着镜头微笑致辞。朝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乌毛记，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。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超多福利，千万不要错过。镜头里的他显得更胖，配上那故作潇洒的表情，要多油腻有多油腻。除了都是男的，这位嘉宾和预告里的剪影有1毛钱关系吗？弹幕瞬间炸了。主播你没事吧？我哥呢？这长相也太难看了吧！谁给你们的勇气蹭我家哥的热度要点脸行吗？这男的是顶流，猪圈里的顶流。粉丝们彻底怒了，后果相当严重。乌毛记还想稳住局面。朋友们冷静点，我们可从没说过嘉宾是谁哦。如果让部分朋友失望了，我只能说声抱歉。大过年的别生气，咱们家的降火凉茶现在有优惠，别忘了左上角领福利，还有好几波抽奖等着大家呢。这话不说还好，一说更让粉丝们火大。直播间人数急速下降，路人被骗了骂2句可能就走了，但那几个顶流的庞大粉丝群可不干，无数人跑到朝阳主页的预告视频下疯狂辱骂，短短几分钟，咒骂就超过了上万条，还在持续增加。更有甚者，把乌毛记的照片 P 成黑白照发在评论区。乌毛记确实爆火，只不过是被骂火，影响实在太大，朝阳不得不删除了那条引流预告，关闭了评论区，最后甚至暂停了直播。而今晚在直播间下单的人，听说有超过80%都取消了订单。我实在忍不住问了李姐，她跟我大倒苦水。原来这个骚操作方案又是丝装货提的，他拍着胸脯跟乌毛记保证，只要借助顶流的热度，朝阳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拿到巨额流量和关注。听完后我只有一个感受，乌毛记上辈子是不是欠了丝装货，这辈子非要在他这儿一次次栽跟头。早就谈好的大批商务合作全被搁置，朝阳损失的不光是流量和收入，还有品牌方的信任。朝阳的道歉视频来的有些晚，视频里的乌毛记一脸憔悴，不该用耍小聪明的方式欺骗网友感情，辜负了大家的信任，以后团队一定会慎之又慎，求大家再给一次机会。可为时已晚，失去的口碑和人心哪有那么容易挽回？而高远这边就完全不同了，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每一场直播，整个春节期间牢牢占据带货榜第一。赵总对此非常满意，包括我在内，每个人都拿到了丰厚的奖金。忙完春节档，赵总给大家放了假，就在我准备离开公司的时候，乌毛记给我发了消息：王总监，我现在在你们公司楼下。什么意思？我也是没办法了，王总监，朝阳现在太难了，我真的非常希望你能来帮帮我们。只要你肯来，我可以开出最丰厚的条件，副总职位、公司股份，什么都可以给你。我知道你在公司，我就在1楼等你，多久都等。他还真是锲而不舍。行吧，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一进咖啡厅，我就看到乌毛记和狐狸精正焦灼地等着。乌总，好久不见。乌毛记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露出一脸嫌恶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是想求我让你回朝阳？我现在忙着呢，没空搭理你。我直接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是你们求我来见面的，我来了你又赶我走。你他喵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？他突然停住，一双三角眼猛地瞪大。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脸上能同时出现这么多表情：疑惑、震惊、尴尬、羞愧、恼怒。你就是高远的王总监，怎么可能？如假包换，你们挖人之前都不调查下背景了吗？狐狸精已经彻底石化了。我以为只是同名，我以为你找不到工作，所以才随口造谣抹黑，想着能断绝我的求职路，是不是很得意？
自己有点小权利证据，我已经保留好了，等着被起诉吧。对不起，王阳，真的对不起。对了，吴总，你刚才说只要我愿意去朝阳副总的位置和公司股份都可以给我，这话是真的吗？乌毛记脸色阴晴不定，好半晌才开口。王阳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人都要向前看。只要你回来，我刚才说的都算数。他嘴上这么说，神情却满是不情愿。先前瞧不上眼的老员工，不过是跳了个槽，如今想再请回来，就只能加薪升职，还得送股份，这滋味对他来说不亚于割肉放血。乌毛记这会儿估计都快憋出内伤了。可惜啊，就算他肯放下身段来求我半分都不稀罕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暂时没打算离开高远。吴总要是真的求贤若渴，不如好好看看自己公司里有没有被埋没的人才，何苦舍近求远呢？我的嘲讽实在太直白，乌毛记终于绷不住了，他噌的一下站起身，铁青着脸甩门就走。乔娜也只好灰溜溜的跟在后面。等我休完假回公司，王姐悄悄告诉我，乔娜已经跳槽走了。不只是她，高原里好些老员工都陆续离职，岗位大面积空缺，好几个项目彻底停摆。乌毛记没办法，只能砸高薪紧急招人。公司财务状况本就紧张，用人成本陡然飙升，再加上朝阳那场直播翻车事件之后，口碑一落千丈，流量断崖式下跌，合作的品牌商几乎全跑光了，公司彻底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。强撑了半年，乌毛记只能裁掉90%的员工，靠着接些不入流的小广告勉强维持生计。在高远待了1年多后，我也跳槽了，但这次真不是为了钱，高远发展一直稳定向好，我只是想换个更有挑战、更能提升自己的平台。赵刚亲自给我办了践行宴。苏浩啊，作为老板，我真舍不得你走，哪天想回来了，高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但作为朋友，我得说，多出去闯闯，见见世面也是件好事。我心里满是感激，或许有那么一天，我会回到高远安稳下来，做个踏踏实实的老员工，但我会永远记得不断学习精进，保持自身的核心竞争力，才是职场里最靠谱的生存之道。